这个龙宫捉弄人都这么大的手笔，直接给杜仙门每个人上了一份有后天小灵根之称的冰凝仙葡萄。仔细看周围其他门派的区域，是另一品种的仙种葡萄。冰凝仙是好东西不错，少量服用能够滋润炼气士元神，调理炼气士的气息，对伤者有较好的调理效果，而且味道绝佳，价值不菲。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吃多了容易出虚宫，也就是后门失守，气息外涌，而且后劲连绵，难以忍耐，仙人都防不住。李长寿想了想，还是对有心玄雅提醒了一句：有心师妹，吃这些东西之前去问问几位师叔师伯是不是有问题。我看几位同门已经开始动嘴了。哦，不要说是我提醒的，就说你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就可以了。有心玄雅眨眨眼，扭头看向李长寿，葱白仙指正捏着一只扒了皮儿的珠圆葡萄送入口中，还略微歪了一下头。李长寿是满脸黑线。行吧，当我没说。每到一个新环境，如果要停留稍长一段的时间，检查安全出口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像杜仙门的百凡殿，除了平日里常有人走的正殿门，还有2处侧门，一处后门，以及一处罕有人知道的小型定向挪移阵法，阵法落点应该是掌门闭关之地。这些李长寿还是个小屁孩，第2次跟着自家师傅去百凡殿领月供时就已经踩点摸清楚了。而来龙宫的地盘，先不说龙族是异族，又与众仙门在东海地盘上有利益冲突，而且此地本就是在一处大阵之上，说不准这水莲台之中有没有蕴含什么杀阵。所以最先要做的事，不应该是寻找爆发危机时逃生的退路吗？师叔师伯们还没说什么，包括我在内有11位弟子，这其中就有6个拿起面前水果就开始吃。你们平日里的规矩呢？你们一个个都是仙苗，杜仙门以往是亏了你们还是欠了你们了？还是给你们下了不吃葡萄就吐葡萄，不是不吃葡萄就浑身难受的降头了？哎我去，几个师叔师伯面前的葡萄也没了。哎，算了，跟哥也没什么关系。李长寿正襟危坐，若无其事，闭目凝神，已经对这批同门暂时性放弃了。灵石散出，自顾自地开始搜寻此地的安全出口。飞来入座区的路上，李长寿已经摸索好了大概的地形，此时已经在研究着水莲台的阵法属性与这里可能存在的缺口。虽然此地到处都是水，但是明显风遁术更适合在此地逃命用。一是水遁速度比较慢，李长寿10多年前才开始修行，掌握的不如风遁术熟练；二是海上风大，而且突然间这极力压制又压制不住，无奈放弃后尽情释放而出的双声响炮，还有这立刻弥漫开的奇怪味道，以及那种略微的清香，带着一股莫名的酸酸的味道，应该是昨天吃了养颜固溶类的丹药吧，驻颜草的味道，一闻就知道那炼丹之人没能将药性调教到最佳。因为炼气士早已经不食五谷，体内毫无杂质，宛若这葡萄的果肉一般晶莹剔透，所以稍微有点杂质就显得十分突兀。就是这味道有些，哎呀，绝了！李长寿双眼睁开一丝，看向声音的来源，发现这个双响是某位师姐的杰作，而这位师姐此时镇定自若地坐在那儿，如果不是她的双手在极力地摁着裙角，当真像是无事发生一般。他旁边那2个师弟已经尴尬到不知道是坐着还是站着了，嘴唇都开始哆嗦。其实这也是一个教训，还好龙宫只是捉弄人，没有直接下毒下蛊。哎，人嘛，谁还没出过虚宫呢？虽然炼气6阶就开始辟谷的各位，
早就应该学会控制体内浊气才对。此时杜贤文在此地27人，有8人面露异色，3个人已经后门失陷，发出了声响。有秦雪雅突然站起身来，急匆匆地走到此地2名资质最老的师伯身前，低头说了几句。这2位师伯也是心大，此时才注意到面前的瓜果中的小陷阱。李长寿当真是无奈啊，跟着这样的队伍哪来的安全感？这种程度的团队合作，还不如自己多放2张纸人呢。以后还是少出门吧，回去之后想办法搞定九巫师伯，让他以后千万别给自己添乱了。有秦玄雅抬头看脸李长寿这边，而后咬着嘴唇，面色微红，逃也似的匆匆回到自己座位，继续闭目凝神，极力的忍耐着。他其实还好，跟李长寿一样，就吃了1颗葡萄。但是不同的是，李长寿是有意而为，用法力包裹，让葡萄在自己体内散了一丝丝药效，所以只是打了个嗝。而后李长寿就不着痕迹地将那粒葡萄吐了出来，但有秦玄雅并没有这般。很快又有一位仁兄失手了，不多时，哎呀妈，连锁反应。嘿嘿，这位师妹的脸都已经涨红了，估计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吧。毕竟在大家的印象中，小仙女是必须要端庄，不能漏气的。又一阵请问这种还带着转音和提调的声响，是师姐您用了多大力气挤压括约肌才憋出来的？李长寿禁不住低头一手扶额，他也是没能想到自己竟然还有吐槽这一项隐藏技能，没办法，纯粹是被逼出来的。此时就听一位师伯传声道：都注意些，你们身前这些瓜果中有一些陷阱，这是龙宫想让咱们出丑。那葡萄绝对不能吃，旁边的酒也不能喝，这酒是这种葡萄酿制的。酒？因为此前就没有想过酒，李长寿下意识的就忽略了在一旁夜光杯中装着的美酒。而与此同时，李长寿瞬间就感觉到了一道凝视着自己的目光，循着这目光传来的方向看去，却见99师叔正浑身轻颤地坐在那儿，那双大眼满是求救一般地盯着自己，从盘腿坐已经改成了鸭子坐，他面前的酒杯也已经空空如也，半滴都不剩。这个个人喜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师叔大人，您起身做什么？走过来干嘛？李长寿完全来不及说什么，99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来，还提着蒲团放在他身侧，目中满是歉意，这个眼神分明是在说：抱歉了师侄，回去之后师叔会拼命补偿你的。就见这师叔坐在李长寿的3尺之外，但他的左手对着李长寿的道袍下摆轻轻一点，李长寿的道袍下摆就开始轻轻地飘起落下，飘起落下。而伴随着这个节奏，在3尺外端坐的99那边传出了一声声动感的节奏。旁边的棒女忍笑都已经快忍到咬破嘴唇了，李长寿浑然无事一般，禁不住开口嘀咕了一句：此时还没多少人过来，咱们在此地开2个隔音隔化的小阵法，龙宫应该不会说什么吧？毕竟我们等一下还要商议一下该如何应对各派切磋的排兵布阵。瞬间，前方一位吃了葡萄的女真仙捕捉到了信号，高声道：咱们接下来商讨如何排兵布阵。言罢，随手对着头顶一点，用仙力撑开了一道透明的结界，将27人囊括其中。那名最先传声提醒他们的师伯无奈一叹：还不快些处理好，当真。瞬间10多个人面色颇为尴尬，噗噗嗤嗤之声不绝于耳。李长寿瞥了眼身旁的99师叔，发现后者正一脸嫌弃地看着他，似乎在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如此不讲究啊？
他那边的声响一直未曾断绝，李长寿背后的道袍下摆还是在飘起落下，飘起落下。李长寿面无表情地仰头看天。哎呀，小师叔啊，您是见谁出虚功，真的能把衣服给绷起来？总算一阵紧锣密鼓，渐渐风平浪静。隔壁座位区域也落下了一道道身影，却是东胜神州的截教一脉，道成逍遥东林门的代表团，领队的是2名真仙，还对渡仙门的众人拱手做道揖。己方最前方的2名师伯则是笑容勉强地做了一个道揖还礼，各自安好入座。听隔音结界内已经没了动静，渡仙门一位真仙抬手散去了隔音结界，还旁若无事般地道了一句：你们11个一定要记好刚才跟你们叮嘱的，不要出什么差错。尊师出教诲。此时一阵海风吹来，从渡仙门吹到了逍遥东林，就听哐哐几声，对方有几个年轻弟子前翻后仰，有几个明眸皓齿的小姑娘面色一变，对着前方大喊一声：三师叔，有股妖气！一位女仙笑着训斥：少见多怪，这是大海的腥气。下面虾兵蟹将这么多，旁边还站着棒女。不要说这些了，这可是龙宫的地头。顿时2家仙门代表团旁总共8位早就忍耐的棒女，一个个身周飘起仙光，把自己缩回了蚌壳中。8只纯白色的蚌壳一阵晃动。李长寿饶有兴致地暗中观察各位同门的反应，由此可以得出很多的讯息。比如有毒玄雅是真的很单纯，此时脖梗都羞愧成了粉红，他竟然还在用力的呼吸，试图挽回一下自己造成的灾难。而受过1000年的师叔师伯们都是一群老油条了，此时是镇定自若，毫无半点异色。渡仙门一位师伯实地的对其他26个人传声：只要咱们足够镇定，就可当作无事发生。众弟子顿时调整状态。李长寿收回打量各处的目光，看了眼已经回到自己座位的99，随后便将目光挪到了一旁闭合的大蚌壳。哎我去，这些蚌女是怕被打吗？躲起来。没了洪荒打击乐团的吵扰，他开始专心研究此地阵法的运转原理，以及发生紧急事件的最快脱身路线。仙风吹停过，我自纵声歌。不觉仙林没，煮酒当碧波。白云之上，短歌声中，宴罢的渡仙门新晋仙人微醺而归。奇缘老道先是落在自家大徒弟门前喊了2声，发现没人答应，又看了眼正闭关勤勉修行的小徒弟，这才是晃晃悠悠地回到了自己草屋。刚要推门而入，奇缘像是想到了什么。哎呀，最近这10年一直在闭关修行，也没好好在小琼峰上逛过了。去看看各处景色吧。师父留下的这一脉传承，贫道也算是暂时守住了。唉，轻叹了一声，奇缘负手飘向了不远处的林子。如果这老道向前多走一步，推开面前的木门，就能看到桌子上留下的一封书信。而同样的书信不只是在桌子上，在老道打坐的蒲团上、床榻上，以及房梁抬头就能看到的位置，都被细心地放置了一份。李长寿就怕师父看不到。然而呢，李长寿也有失算的时候，醉酒的师父竟然没有回到师父最爱的小屋。书信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恭喜师父成仙，然后解释了一下自己被师门派往东海，要大概7、8日才能回返，
最后叮嘱师傅暂时不要去后面，新建的丹房附近有许多的迷阵和困阵，他临走时开启了一大半。虽然出师不利，最开始就被龙宫摆了一道，但是渡仙门众人因此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李长寿对此稍感欣慰，自己也并未有半点放松警惕。周遭的人渐渐多了，李长寿对于这种环境也略感不适，尤其是当几个方向距离较近的都是陌生人时，总要时刻不停地注意着周围的风吹草动，暗中施起风雨咒，但凡微风过处，都会将一缕缕讯息带给李长寿，而他心底则有条不紊地处理着这些讯息。用灵识探查旁人时，相当于用视线去注视着人，后者如果机警一些，会有所感觉，这种属于主动探查。而用风雨咒时，除却可对灵识锁定之人传声，也可以自行接纳周遭的讯息，这被李长寿称之为被动探查。优点是不会损耗神魂之力，缺点是各类讯息一拥而入，需要心力不断的分析。李长寿在很早之前就会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观察力、毅力和专注力。此时这种状态换作与他同境的归道炼气师，大多撑几个时辰就会忍不住走神，放松对周遭的监察。而李长寿施展风雨咒监察周遭时，已经可以连续几百个时辰不停歇。虽然把好好的修仙人生不小心活成了人形监控机，确实是多少有些悲凉之感，但起码心能够安稳一些。因为用风雨咒监察各处，李长寿也能够听到众多炼气士的说笑声，能从中听到许多有趣的小事。在场真仙们讨论的话题大多围绕这次大会以及上方那个天仙汇聚的主台。真仙们大多会关心此行会与龙宫达成什么约定，东海的边界会如何划分，今后人族炼气士来东海会不会被龙族留难。而年轻弟子的讨论话题中永远会有天劫二字，